今天影片的教学重点是画短横长和画长横短的使用时机哦。嗨，我是君令，欢迎来到我的写字频道。你想改善你的字体吗？除了付出时间努力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字体在书写时的运作原理，才能让写脱离只是机械式的写，往字体间架结构更严谨的方向前进哦。以下要跟大家分享的话，如果大家不太有兴趣听，那请你直接快转到2分半以后。如果你愿意听我分享，那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吧。努力的学很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聪明的学。最好的方式就是去透过别人的经验当做自己学习的养分，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学习尝试错误的时间，而增加自己学习的速度哦。希望我的影片能提供给你最大的协助。我曾经跟大家一样，花了好多的时间跟力气，只为了在网络上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快速增加写字能力的课程。我不知道这个频道所拍摄的影片是不是对大家确实有帮助，如果有沾到一点边，我会觉得相当的高兴。欢迎你留言告诉我，如果你觉得影片还可以再增加哪些部分，或是我可以怎么做让你的学习更有效率，也请你毫不保留地告诉我。我想邀请你一起来思考该怎么样完善课程，来帮助更多的人。偷偷告诉你一件事，在我起心动念拍摄影片帮助大家的同时，竟然也是我进步最快速的时期。以上的分享可能有人会定义是废话，但是的确是我的肺腑之言，也是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哦。如果是老观众，应该都对君令分享写字时的仔细跟毫无保留印象深刻吧？喜欢这个影片吗？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频道的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的通知哦。有任何的问题，也欢迎你留言提问，我们在频道中一起互相成长学习，让自己从一个被动的只是影像的接收者，变成一个主动的学习思考者吧。也许你的问题也正巧是大家学习的盲点，解锁了它，可能就开启了下一个大跃进的关键了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2个原则，第一个是画短撇长，第二个是画长撇短。好，什么是画？画就是横画，横画有长横画，有短横画，撇也有长撇，有短撇。好，长横、短横、长撇、短撇在字体里面会互相的交互组合。横跟撇一起出现在字体里时，会有第一种状况。第一种状况叫做画短撇长。好，这是第一种状况，大家记好。第二种状况呢，叫做画长撇短。好，这是第二种状况。因为横画跟撇画，它们都是有资格成为字里主笔的笔画，所以当它们同时出现在字体里时，它们就会开始争取主笔的地位。但是只能有一种笔画争取到主笔的地位。当撇画争取到主笔地位时，横画就必须缩短自己的长度。那相反的，当横画争取到主笔地位时，撇画就必须缩掉自己撇画的长度。所以我们在字体里面会出现这2种组合其中的一种，也就是不是出现画短撇长，就是出现画长撇短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要来把这2个原则应用到字体里咯。好，首先我要请大家来跟我一起思考一个字，这个字是左边的左。左边的左，你认为是用第一种方式原则去处理，
还是第二种方式去处理呢？左字只有5个笔画，大家可以思考看看。5个笔画，你会选择用原则1还是原则2去处理呢？你知道吗？当你不知道一件事情该怎么做时，最好的方式就是拿支笔写写看。这也就是我一直鼓励大家在看影片时，能够同时拿一支笔来练习看看的原因哦。其实试着写写看，效果就不一样了。动脑想的这个过程非常的重要，那实际实做的过程更是重要的不得了哦。我们可以试试看去运作这些在书写时的逻辑，那么下次当你自己在写这些字时，你就会更有感觉咯。好，左字该怎么写呢？在我废话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已经思考好啦？好，那我们就先来试试看原则1吧。原则1是画短撇长，那我们就用它来写左。我们一般在标楷体里面看到的左这个字，就像画面右侧的这个左字一样，其实看不太出哪一个笔画是主笔，这就是标楷体在写的时候最大的败笔。我们在硬笔书法里面最强调的就是要让主笔去凸显字体的美感。好，那现在我先用第一种方式去诠释左这个字。好，我先写一个短横画，再配上一个长撇画。长撇画要多长？长到拖地那么长。好，再来剩下一个弓了。弓这个字又该怎么写呢？弓这个字写一个横画，再写一个竖，然后最后一横的横画，大家要记得把它拉长一点。好，这样子形成的感觉就会让字体呈现一个三角形的稳定的字势咯。好，那刚刚我说了，我用第一个原则画短撇长去呈现左字的姿态。现在我要让左字试试看第二个原则哦。好，来我们看第二个原则咯。第二个原则就是画长撇短。好，这时候我们来写左这个字。大家看一下，你觉得哪一个左比较好看呢？通常我们所挑出来当主笔的笔画，必须让字体的字形呈现出来的状态是最好看的。那其实我们一看就知道，上面的原则1适合用来处理左字咯。好，左字试完了之后，我想要请大家再来跟我想一想第二个字。第二个字我们来讲有没有的有。好，有没有的有，大家想一下，该是用原则1画短撇长来处理，还是原则2画长撇短来处理呢？好，大家想一下咯。有这个字笔画也不多，试试看写写看，帮助自己学得更加扎实吧。我们来看一下咯。如果我一样用画短撇长来处理有这个字，好，这是我写出来的有，这是第一个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再来试试看第二个样子咯。第二个样子是画长撇短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你觉得哪一个有字看起来比较好看呢？好，让他们两个来比一比。很明显的，在有字这个字上面，你是不是觉得原则2才是比较适合它的，对不对呀？我们介绍了画短撇长，我们也介绍了画长撇短。接下来的字体，我们就要开始真正请大家动动脑，要来跟大家考的这个字叫做尤，尤其的尤。大家可以先看看标楷体尤字是怎么写的，然后再想想在硬笔字中尤字又该凸显谁做主笔，搭配什么原则下去做。
书写呢，油字这个字笔画更少了，大家练习看看哦。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做个分析咯。好，首先我们写横画，先来个原则一，画短撇长的搭配吧。好，再写一个长撇。好，再写一个竖虚高，再写一个笔。这是第一个油字。好，应用原则一，大家看看。再来，再把原则二也用来看看。原则二是画长撇短，然后再写个竖虚高。这样一看，你应该知道谁比较漂亮了吧？请选择吧。答案就是上面的油字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使用原则一。好，我想请大家一起跟我把焦点放到左字跟油字的上面。左字跟油字都使用了原则一，在左字跟油字这两个字里，你有没有稍微抓到了一点点使用原则一的这个技巧？它必须要具备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呢？你们能不能从我的暗示中归纳出使用原则一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呢？好，大家看，我在下方画了一个横向的笔画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横向延伸的笔画，这个小秘密就是，当底部的笔画有一个横向的延伸笔画时，大部分我们都会使用原则一，也就是画短撇长这样子的原则哦。我可以再试一个字给大家看，那就是在哪里的在。好，在哪里的在，先写一个横，短横，再写一个长撇，然后这时候要写一个竖，竖就对齐着我们横画的起点写。好，再写一个横，接下来的竖也是对齐着我们横画的尾端写，再写一个土。这个在我也是用画短撇长来处理。那巧合的是，这个在最底部也有一个向右侧延伸的笔画哦，所以大家记好咯。想要使用原则一，画短撇长，必须在最下方有一个向右侧延伸的笔画哦。好，那么我就要来考大家下一个字了。请问大家，右边的右，你觉得要用原则一画短撇长来处理，还是原则二画长撇短来处理呢？右边的右，好，简单的字练习看看吧。给大家3秒钟的时间思考看看。好，那么我们就来试写给大家看咯。首先第一个，如果我还是用画短撇长来写，我右边的右就会写成这个样子。好，但是我如果用画长撇短来写，我右边的右就会写成这样。好，哪一个右比较好看呢？选出来了吗？是下面的右哦。原则二来处理。好，我们仔细观察下面的右有没有横向的笔画呢？没有横向的笔画好，所以没有横向的笔画就会用画长撇短来处理字咯。不知道今天的说明有没有让大家搞清楚什么时候是画短撇长，什么时候是画长撇短？影片中我有给大家很明确的一个小小的提示跟说明，希望这样子的说明可以帮助大家在书写字体时更加的有依据哦。好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。喜欢这个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频道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的通知哦。有任何问题也欢迎留言提问，
也许你的问题正巧是大家的问题，我们一起在这个频道中学习成长吧。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